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接下来会发生哪3件对你们有利的事情？那么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那么第一组牌的话，我们首先抽到的这个圣杯骑士啊，这个圣杯骑士很明显，这张牌面上有2个人，也就是说你们会和一个人有这样的一种很特别的关系。最近发生了对你们有利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可能会和一个有好感的人啊，说一些只有你们2个人能够听懂的悄悄话。然后这个圣杯骑士呢，我觉得也是你们和某个人的关系啊，在近期的这种沟通过程当中会变得更加的密切和频繁，2个人的共同语言会增多，或者说你们2个人刚好在人生的同一个阶段，有着相同的烦恼，能够互相倾诉，彼此理解，而且你们2个人呢，彼此欣赏又能够互相鼓励啊。我觉得如果说抽到这组牌，你们还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个人，说明这个人在接下来会出现一个水象特质的桃花啊，巨蟹、天蝎或者说双鱼，这个人的身上呢会散发有一点神秘气息的感觉啊，他们的身上应该是有某种光环，你们看着他是带有某种滤镜的啊，充满了无限的想象啊。我觉得圣杯骑士的话，近期可能会出现一个你们的理想型，然后会给你们留下很好的一种印象吧，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存在，或者说他拥有某种你们非常欣赏的特质，比如说会玩某种乐器，唱歌很好听，声音很好听，就是他有这么一个点，能够一下子把你们打动到，所以说这个人的出现呢，他是有一点点像是那种理想照进现实啊，对应的一部分人会追星成功，就是你们会发现你们一直以来有点仰慕和喜欢的那个人，他会走入到你们的生活里边，他可能你们会发觉他好像对你们也有好感。那么第2张牌呢是这个女祭司啊，近期会出现一个女性贵人啊，我觉得这个女祭司就是要告诉你们，这个女性贵人会给到你们一个好消息，或者说一个不错的建议。你们如果能够听从这个建议去做出一些行动和改变，那么这个预言它就会成真。而且女祭司的话，你们近期要多留意你们身边的女性的长辈给到你们的一些建议和忠告啊，能够帮助你们少走弯路，避免踩坑，也能够帮助你们更顺利的达到自己的目标。你们可能近期会和一个身边的这种女性的长辈啊，有一个这种非常深度的沟通和交流。第3张牌呢是高塔牌啊，我觉得高塔呢它是有一种高歌猛进的感觉，就是你们近期的事业和学业会进入到一种非常良性的状态和循环里边，很强的干劲往前冲的力量啊，近期你们要多做尝试，而且高塔牌牌面当中，而且呢高塔牌啊牌面当中有2条龙，也就代表的是你们近期的话呢，会有一个人在你们的身边陪伴你们，他可能会和你们产生一种很默契的合作啊，如虎添翼、锦上添花的感觉。有了这个人的帮助，你们做任何事情都会事半功倍。也就是说，你们经历了一个调整期之后，接下来你们在工作或者是学业上面会有很多的想法，会有很强的执行力啊，想到什么就去做，可能会一口气把之前攒下的问题全部都解决掉。你们会试着让自己保持在这样的一种高昂的情绪状态里边，你们越是到了这种关键的时刻，你们整个人就越是斗志昂扬。所以这张高塔牌给我一种势如破竹的感觉啊，你们正在加速的完成一些事情，而且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们。那么我们抽到的这张审判牌啊，审判代表的是如果说抽到这组牌，一部分人你们身体上有一些小的问题和毛病啊，近期会得到痊愈或者说好转，有一个人会陪在你们的身边照顾你们啊，你们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关照。而且呢，审判的话，接下来你们也会有一个不错的休息啊，会重新调整自己的作息和节奏，劳逸结合。你们之前可能会为自己的欲望付出过多，身体有一点宕机，这个时候你们适合把就是大脑的当中的这些想法抽离出来啊，能做就做，不能做就砍掉，然后让自己有一个深度的休息和睡眠，恢复精力。
我觉得审判的话呢，也是近期对你们有利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的睡眠状况会很好，或者说你们找到了一种方式能够让你们很好的休息，通过这种良好的作息习惯恢复了自己的精力，在很多事情上面你们完成它的效率都会翻倍。而这张星币10呢，它代表的是你们即将要进入到一个人生的全新的阶段，前方的大门已经为你们敞开，不要犹豫，径直的走过去啊，并且不要回头啊！一旦你们进入到新的阶段，当你们走入了这扇大门之后啊，你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所以说星币10它不仅仅是具象的，你们即将要开启一个新的生活，它也是抽象的。当你们走入了这道大门以后，你们的思想会经历一次大换血，比如说价值观、志向、环境、形象、工作方式啊，你们会诞生出一种全新的形态，成为一个崭新的自己。所以说在这扇门之前啊，你们可能会反复的徘徊、纠结和挣扎，是因为你们会有那么一点放不下过去的那个自己。但是近期一定会有某种力量在推着你们啊，在背后推着你们往前走啊，逼着你们进入到那个人生的新的阶段啊。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必须要狠下心来告别过去。你们只是看上去很洒脱，但是其实你们内心深处是很念旧的。当下你们所经历的某一个细节，听到的某一首歌，触发的某种回忆，就能够让你们立刻的回到过去啊。这些东西都是藏在你们记忆的迷宫当中，随时随地都可能被触发的。但是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本能的抗拒这些回忆啊，实际上你们并不想要活在过去，只不过是条件反射般的会触发这些回忆啊。我觉得你们也是理智的，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已经不能够回到过去了，你们怀念的可能也并不是那段时光吧，你们怀念的是那种感觉啊。所以说我觉得你们要从这种幻觉当中抽离出来，然后进入到具体的生活里边，做具体的事，爱具体的人，这样你们才能够看清楚自己的心，这样你们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去拥抱生活。然后这个圣杯3，我觉得就是你们的人生接下来会出现一些新的机会啊，这个新的机会它是在你们所预料的选择和人生轨迹之外的。所以说圣杯3，我觉得你们会发现在你们已经被安排好的人生轨迹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可能性出现啊。我觉得这组牌的你们可以大胆一点，不要被自己的思维困住，而是要突破自己的思维，扩展自己的思维框架。因为那些看起来有一点疯狂的想法，其实他们是真正的可行的。你们要保持和自己的对话，看清楚自己的内心。可能有的时候你们会觉得自己想一出是一出，思维能量特别的活跃，但是我觉得这种活跃的思维能量反而更能够帮助你们去打破禁忌和束缚，开辟一个新的天地啊。如果有什么惊世骇俗的想法和理念，你们就一定要去表达和实现，说不定它就成了。不要在一件事情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否定自己，阻止自己。对你们来说呢，对抽到这组牌的你们来说，一切皆有可能。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首先第二组牌我们抽到的第一张牌圣杯9。你们近期的话会得到一样东西啊，这个东西就好像是打开那扇门的最后一把钥匙啊。你们的脚下已经有很多的圣杯了，所以说这个圣杯9啊，它是有一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感觉。而这个圣杯呢，在接下来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人交到你们的手上。而且过去你们可能是处在一个比较暗淡的状态或者说阶段吧，对应的是你们接下来会迎来一个爆发，有什么事情应该是正在酝酿和铺垫的。就好比是你们正在拼拼图啊，现在就差最后的那一块拼图了。当你们得到最后那一块拼图以后，有一种大功告成的畅快感。而第二张牌呢，愚人啊，愚人牌的话，我觉得在你们的前方有好几条路，这可能会让你们有一点迷茫，你们会觉得每一条路都能走通，都想试一试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在这个命运的十字路口上啊，最适合你们的那条路，应该是你们最想挑战的、最想征服的，能够发挥出你们全部行动力和精力的那条路啊。所以说这个愚人呢，当你们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的时候，不要去选择那条看起来很容易的路，因为越是容易的路选择的人越多，反而竞争会越激烈。
你们选择的那条看起来更难走的路啊，其实在那条路上没有多少竞争者，反而你们越走到后面会越来越轻松和自在。人生的选择有的时候它就是这样反直觉的，你们要遵从自己的心。有的时候呢，不要过分的去权衡利弊啊，不要极致的去追求一种短期利益的最大化，因为追逐短期利益的最大化一定是以牺牲某种长期利益作为代价的。同时呢，也不要退而求其次啊，一定要去追寻一种你们最想要追寻的生活，一定要勇敢一点，不要退缩。因为很多年以后，你们一定会感谢现在的自己做出的那个勇敢的选择的。而第3张牌呢，宝剑4啊，我觉得你们原本是很清醒、很有目标的，但是可能会被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情打破计划，散成一片，无法再进行重组。所以我看到啊，就是说你们之前的那个失败，可能是为了引导你们走向另一件事。所以说宝剑4，你们近期会经历一个自我成长，把自己重新拼接起来，通过这个机会好好的休息一下。你们正在通向一条自我救赎的道路。而第4张牌呢，星币国王啊，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个男性贵人，他手持星币，代表的是他会拥有一个很关键的资源啊，在他的面前有一个王座，代表的是一个机会啊，是一个学业上的机会，也可能是一个事业上的机会，就是有一个职位，有一个位置是空缺出来的，你们刚好能够顶替上去。这张牌呢，就告诉你们啊，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不要犹豫。这个职位或者说这个位置的空缺，它一定是转瞬即逝的，你们要快速的抓住它。那么这个权杖王牌呢，也对应的是你们会经历一个重生吧，啊，破茧重生的这种感觉啊。而且这张牌它牌面上它有一个隐约的彩虹啊，近期会有一些很幸运的事情发生，可能会有一些琐碎的小事情会消耗你们，打乱你们的计划，但是你们在大的事情和计划上其实是有这种能量庇护和保护着你们的，能够让你们一路顺风的走下去啊。我觉得这种幸运它可能更偏向于是有一些事情你们没有做，但是还是得到了一个不错的结果，有一种要么就是歪打正着，要么就是你们没有做的那些事情其实不影响最后的那个结果。那么这张权杖3呢，我觉得近期的话你们会有一个竞争啊，而且你们会在这个竞争当中胜出。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要大胆的去释放你们的这种竞争力和侵略性，不要总是事事忍让，属于你们的就要拿回来。在一些事情上你们要敢于去争取，不要得过且过啊，或者说你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的脸皮太薄，会让你们总是在一些需要竞争的事情上面吃亏啊。这个权杖3就意味的是你们接下来会出现一个对你们有利的局面，只要你们去争，你们就能够得到你们想要的东西。同时呢，这张权杖3我觉得也是不要羞于去谈论自己的优点，也不要害怕起冲突。你们有的时候就应该释放出自己的一些野心和想法，这样你们身边的人才能够开始尊重你们，而不是觉得你们是一个易碎品，什么都不懂，很好欺负。你们就是要证明啊，你们有这种能力，你们想得到什么，你们就可以得到。要把这种胜负欲释放出来，让周围的人对你们刮目相看。那么这个圣杯7的话，我觉得近期你们可能会收到很多的东西啊，或者说会有很多的快递，有一些对你们好的有利的事情会向你们涌来。我觉得近期这段时间，其实你们适合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事情啊，要么就是你们会收到很多的东西，可能是别人借给你们的礼物，要么就是你们近期会买很多东西，会在一件事情上面准备要大干一场，正在筹备和规划。所以说宝剑王牌啊，我觉得它这张牌也是一个重生啊，就这组牌我们抽到了2张重生牌，说明你们近期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整个人的面貌会焕然一新，你们近期也会立下一个誓言，给自己打气，整个人的精气神会重新振奋起来。它给我一种干劲满满的感觉啊，就是说我觉得你们现在不需要太过于焦虑，或者说也不要担心最好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轮回不曾停止，属于你们的那个最好的时代它甚至还没有到来。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首先呢，第3组牌的第1张牌
力量牌啊，我觉得力量牌的话，应该是近期对你们有利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会找到一件事情的诀窍，就好像是找到了一个支点一样。这张力量牌代表的是你们找到了做一件事情的正确的方法和策略之后，你们整个人会充满力量。力量牌就是说你们能够更从容的去利用你们身体当中的那部分力量，去实现你们想要实现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之前你们应该是没有意识到你们身体内所蕴藏的那种力量，或者说你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去使用它。所以近期对你们有利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自己的内在的天赋正在慢慢的显露出来，你们做一些事情正在变得越来越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而第二张牌呢，权杖10，你们现在整个人可能正在经历一个很艰难的阶段，就像是在爬山一样，每往前走一步都有着巨大的阻力和风险。但是呢，这组牌面上前面有一个人在等着你们。当你们到达了那个阶段性的目的地以后，你们会发现，你们会看到这个人啊，他一直在等你们啊，你们会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付出的一切他都是值得的，说明前方有一些美好的人和事在等着你们。请再努力一下，为了你们想见的人、想做的事、想成为的自己啊，你们最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并且在那个世界里闪闪发光。而第三张牌的隐士牌，我觉得对你们有利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现在可以沉下心来去做一些事情，完成一些思考。而且接下来就是对你们有利的是周围的环境啊，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噪音会干扰到你们，你们会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里边找到自己的节奏。而且呢，这张牌也对应的是你们之前求而不得的某个问题的答案，会在你们阅读的过程当中得到，或者说你们在浏览某篇文章的过程当中会意外的得到那个答案。隐士的话呢，其实就告诉你，你们想要得到的某个问题的答案，它是你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得到的，在阅读之后完成的一种思考提炼到的一个答案。所以说我觉得当你们想要知道一些事情的答案的时候，你们就沉下心来去做一些阅读和思考，那这个答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自然而然会显化出来。然后我们抽到的这个星币8呢，接下来对你们有利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会得到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老师或者说前辈啊，他能够指点你们，或者说一语惊醒梦中人。可能说他没有刻意的去教你，而是说你们从他说过的一些话会找到机会和答案，包括接下来的方向。那么所以说你们整个人呢要放开一点，包容一点啊，向有结果的人学习。有一些人他是比你们更有智慧的，更有阅历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找到那个在一个领域当中永远去找到那个在一个领域当中比你们更优秀的人，持续的去向他学习，看到每一个人的优点，并且把这种优点整合到自己的身上。那我们抽到的这个圣杯2啊，还有这张正义牌呢，我觉得接下来对你们有利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马上要接近达成一个合作，签订一个契约啊，会有一个很书面的文件等着你们去签署。你们签署了这个合约之后啊，有一件事情它就会尘埃落定，这代表的是你们接下来的人生发展会被固定在一个轨道上面。就是说你们整个人签订了这个契约以后，就是会松一口气，它代表的是你们之前所沉淀下来的这些努力和时间都会得到一个回报啊，通过接下来发生的这个事情啊，签订的这个契约啊，或者说拿到的一个录取通知书，给到你们这种回馈。那么我们抽到的这张星币9呢，近期的话，一个对你们有利的事情就是你们的生活啊，包括这张隐士啊，它也是在强调，之前的那些干扰和噪音，它会被减少，可能是你们主动的去屏蔽掉了一些干扰和噪音，进入到了一个新环境里边，或者说原来那个环境当中干扰你们的噪音会消失掉，因为你们自身很容易被周围的环境所影响。所以说这个星币9，它代表的是接下来影响你们自身的那个环境或者说阻力会消失掉。而且呢，权杖9的话，我觉得接下来你们会成为一个领导者，会开始去学着慢慢的主导一件事情，你们是一个带头人，走在前面的那个人，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对你们有利的事情就是，当你们走在最前面的时候，其实呢，你们是能够得到一些第一手的消息的，而且你们整个人的成长速度会非常的快。你们接下来在做这件事情上会赶上某个发展的风口，事半功倍。而且权杖9也代表的是你们会开启一种新的探索、新的学习模式，你们会越来越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其实很少，就是你们会越来越坚定自己的方向，坚定你们想要的那些东西。你们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们想要的越多，有的时候你们能完成的反而越少，但是你们想要的越少，到最后你们完成的就会越多。在经历了这个阶段的调整过后，你们会去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和平台里边。所以说，我觉得看到这个视频的你们啊，已经跨过了那道最难的坎儿。虽然说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坎儿在前面等着你们，但是当你们已经熬过了这个人生的至暗时刻以后啊，接下来未来的那些坎儿，其实对你们来说都不在话下了。我觉得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边，你们会有一个快速成长的过程。就是说，一旦你们突破了这个瓶颈，接下来的那些困难和阻力对你们来说其实都是小问题。所以说这个权杖9啊，就预示着你们接下来会走出那个至暗时刻，因为在你们的前方已经看到曙光了。你们再坚持一下，你们要相信缓慢、平和、细水长流的力量，让你们自己变得越来越充实，先沉淀自己，而后发光啊！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们不要让我不好、我不行、我不敢、我不配变成你们人生的诅咒。你们要每天发自内心的对自己说，我很好，我可以，我值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就会慢慢的自信起来，你们会开始有自己的主见，而面对反对的意见呢，不怒不争，又能恰好的做到坚持自我。你们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眼睛里边是会带着光的，就是在未来的你们是不会担忧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的，你们会活成真正的自己。在这个时候，你们其实就已经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了一个最好的自己。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